时间有限，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三星的 Galaxy Watch 3以及 Galaxy Buds Light 完整评测吧。我们先从 Galaxy Watch 3开始，先看到一只表最重要的元素——外观设计。邦尼手上的 Galaxy Watch 3是 45mm 不锈钢的星化黑版本，采用大家熟悉的经典圆形表面设计，整体机身设计采用了高亮、雾面以及金属法丝纹3种主要元素，细节还是比较多。例如这次的 Galaxy Watch 3总共有2个实体按键，侧边上方是返回键，仔细看上头有着非常小的 Galaxy Watch 文字，下方则是首页键，采用金属同心圆的表面处理。而在经典的实体表圈上，侧边有着细小的金属刻纹，让指尖足以辨识位置，也能更稳固地转动表圈。不得不说，这个实体可以转动的表圈真的是 Galaxy Watch 相当经典且邦尼非常喜欢的元素，转动时的触感相当平顺，但内部的机构却能够给出利落且清脆的回馈感，伴随着金属机构产生的转动声音。所有的切换操作，不论是切换画面、切换 App、设定时间等等，都可以透过实体表圈进行。邦尼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到实体门市体验看看。而在表圈内侧，采用一整圈的钻石切边处理，紧紧贴着的是实体数字刻纹。整体来说，这次的 Galaxy Watch 3在外观上真的细节满满，规格上拥有军规认证，支援 IP68 以及水下50公尺的5 ATM 防水。对于游泳跟日常使用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这次的不锈钢款式上搭配的就是缝线皮革的黑色表带，在表带两侧有着灰色的缝线，质感上来得更好。翻过来可以看到，表带上有顶级真皮的文字。另外，这次也有防止皮革变色的表面处理。看完了外观设计，接着来说一下智慧表最重要的萤幕。这次在 Galaxy Watch 3 45mm 的版本上，搭载一块 1.4 寸的 Super AMOLED 萤幕，解析度是360x360，同样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可以永远显示手表上的主要资讯。在常驻显示，系统会自动调低亮度，并且关闭秒针，减少画面更新。不过，当你抬起时，萤幕一样会自动的完全点亮显示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萤幕表面覆盖的是康宁大猩猩玻璃 DX， 而不是 DX Plus。不过 Galaxy Watch 3实体表圈的设计，在跌落时也比较不容易直接接触到萤幕，所以在差异上来得比较小。同时，如果在意防护性的朋友，平面萤幕保护贴会比较好找一些。而在表面的选择上呢，相信邦尼就不用多说。Galaxy Watch 系列的一大优势，就是在 Galaxy Store 中有非常多的表面可选，不论是免费或是付费的，你想要的各种风格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而在你找到喜欢的设计后，只要表面支援，你就可以自由替换显示的各种资讯。以这次官方推出的表面为例，邦尼最常用的会是这个指针面板，你除了可以自由改变指针的设计外，你还可以自由调整配色，以及表面上每个区块所显示的功能。这次可以选择的功能也非常多。顺带一提，如果你觉得在手表上设定时萤幕太小，邦尼推荐可以透过手机上的 Galaxy Wearable 这个 App， 几乎所有关于手表的设定选项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以这次的表盘自定选项来说，总共有45个选择，例如基本的日期、步数、电量、天气，或是日出日落、心跳、压力、气压、计时器、码表等等。你可以依照需求打造你理想的表面。同时，如果你想要，你也可以让 Galaxy Watch 3在指针转动时发出非常细微的滴答声。接着，我们就来说智慧功能。Galaxy Watch 3主要的 App 还是2个，一个是手表本身的 Galaxy Wearable， 以及健康记录的 Samsung Health。邦尼还是那句话，智慧穿戴就是一个工具，记录下的数据还是要大家善用才是有用的。我们一样会分为穿戴的自动记录、手动记录跟智慧功能3大类来说。首先是智慧穿戴不可少的自动记录，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有步数、心跳、睡眠、登阶这些功能。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Galaxy Watch 3采用 8PD 的 PPG 光学心率感测模组，在测量上会来得更加精准稳定，同时在性能上可以测量血压跟 ECG 心电图。不过目前因为受限于法规，在台上市的版本没有开通，但至少可以知道这次采用的心率模组表现会来得更加可靠。目前台版可以使用的功能有血氧饱和度测量跟即时全天候的心率测量，也会针对心率过高或过低发出提醒。在记录后，你就可以在 Samsung Health 当中得到连续的心率趋势图，并且查看每一天的变化。同时，如果你打开了连续的心率测量，你也可以同步查看每天的压力变化。不过邦尼还是推荐大家将记录下的资讯作为参考，并由专业人员协助评估。而在运动相关功能上， Samsung Health 大家喜爱的项目大多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记录模式，但在日常使用时，如果可以自动记录，那该有多好。所以没错，这次 Galaxy Watch 3拥有更多功能的自动运动侦测，能够侦测的情境包含健走、跑步、单车、游泳、椭圆机以及各类的动态健身，应该可以覆盖大部分日常的侦测需求。同时在安全性上也加入了跌倒侦测、自动拨打电话求救的功能。而跌倒侦测除了可以帮助大家容易想象的长辈需求外，如果是常登山、户外活动的朋友，假如真的不幸发生意外，也可以多一层保障。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跑步上 Galaxy Watch 3可以侦测你的最大摄氧量，作为心肺能力的参考。同时 Samsung Health 也有跑后分析的功能，提供你个人的跑步建议。最后是睡眠，同样有深睡、浅眠、清醒以及快速动眼期的侦测。以上邦尼所提到的所有记录跟数据，在使用后都可以直接在 Samsung Health 当中查看，在趋势的统计上也比较直观易懂。说完了自动记录，接着来说说手动记录的部分。Samsung Health 一样可以手动记录你的饮食资讯，最棒的是你可以直接在搜寻栏打上你要记录的食品。基本上在邦尼的使用经验中，只要是大品牌，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关品项。更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原型食物，除了方便记录，也可以吃得更健康。不过这边邦尼就不得不提，三星大约在1个月前关闭了 Samsung Health 的体重管理功能。这是一个结合了自动侦测跟手动记录下非常实用的功能。你可以透过智慧穿戴自动记录运动状况，得知你的热量消耗，而手动记录饮食则是可以知道你的摄取热量。在邦尼的使用经验中，只要你愿意用心使用，这功能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同时也可以对运动跟饮食有更直观的了解。少了体重管理的 Samsung Health 真的非常可惜，邦尼真心期待这只是暂时的，希望三星可以让这功能回归，或是推出取代的 App。邦尼认为这绝对是目前在 Samsung Health 上更优势的一块。最后，这次在 Galaxy Watch 3上可以开启女性健康功能，同样可以记录和预测。接着来说说智慧功能。Galaxy Watch 3在连接手机后，因为拥有喇叭以及麦克风，所以可以直接透过手表接听手机来电，并且进行通话，也可以接收简讯，一样是验证码好帮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手表打电话给你的联络人。行动支付上同样支援 Samsung Pay 感应支付，不过不支援悠游卡功能。比较好玩的是，这次在实验室功能中可以开启2个手势控制，第一个是摇晃手表，就可以让来电或是闹钟静音，而另一个则是在张开手掌时握拳就可以接听来电，大家可以试试看咯。接着看到通知提醒，你可以自定哪些 App 会传到手表上，邦尼也已经说的比较多了，只要把自己在乎的通知加入提醒就好。如此一来，手表就能协助你过滤重要跟不重要的通知，重要的通知又可以分为现在马上要回复跟可以等等再说2种。而在回复讯息的功能上 ，Galaxy Watch 也比较完整。邦尼这边会分别以大家常用的几个通讯软体来说。首先以 Telegram 为例，当你收到通知时，表面左边就会出现橘色小点，当你抬起手就会自动预览讯息。点开后 ，Telegram 可以直接在手表查看所有收到的讯息，不过看不到贴图。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回复预设的回应字句。邦尼会推荐大家稍微想一下平常的使用状况，然后加入一些常用的句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手写文字讯息回复，或是用说的也没问题。而在第三方 App 的来电上，目前各家大多还是无法接听，
所以你可以在手表上收到来电通知，但无法接听哦。因此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在 Telegram 中，你可以查看所有收到的讯息，可以收到来电通知。Messenger 也可以预览近期所有收到的文字讯息，也可以收到来电通知。而在 Line 当中，因为近期更新了新版，目前只能显示一则通知，无法显示贴图，但可以收到来电通知。以上是邦尼简单的实测，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细节，直接留言告诉邦尼。至于其他 App 是否能回复，其实也很容易辨识，只要下拉你手机的通知栏，看到通知中有回复这个选项，大部分在手表上就可以进行回复。最后邦尼想介绍几个 App， 首先是 Spotify， 你可以下载 Spotify 这个 App， 接着你除了可以远端控制你手机上的 Spotify 之外，你也可以切换成独立模式，直接在手表上使用独立的 Spotify。你同样可以下载音乐离线播放，再使用手表连接你的耳机，非常方便。同时你也可以透过手表的喇叭直接外放音乐。此外 Galaxy Watch 3还有一些附加功能，例如控制 PPT、控制相机拍照、查看高度气压，或是直接在手表上录音等等。最后是性能， Galaxy Watch 3搭载的还是大家熟悉的 Exynos 9110，搭配 1GB 的 RAM 以及 8GB 的储存空间，在性能上就是维持够用的水准。而在电量上，邦尼手上的 45mm 版本采用34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体验下，开启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搭配10分钟一次的心率侦测，大约可以2天一充。如果是开启永远显示，搭配连续测量，则是稳稳的1天一充。所以1天一充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充电部分，因为续航时间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推荐2个时段进行充电。首先是大家回家洗澡时充个电，或是放在办公桌前坐着，把手表放下时，直接放在磁吸充电座上充电。不过邦尼自己还是爱用 Galaxy 手机的反向充电，在桌上的时间放着充电就好。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带着手表睡觉，晚上充电也没问题。邦尼自己是觉得充电时间可以变成规律，还是建议大家都买了高阶的智慧表，就把功能都打开来用吧。如果真有特殊的省电需求，省电模式也可以给你长时间的待机。顺带一提， Galaxy Watch 3无法使用一般手机的无线充电盘充电，记得要选购可以充手表的版本，或是直接使用随附的磁吸充电器。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说 Galaxy Buds Live。在这个段落，邦尼主要会跟 Buds Plus 进行对比，所以在此之前，邦尼也先说 Buds Live 跟 Buds Plus 2款产品定位其实蛮不同，功能取向也就不尽相同。推荐大家可以先看邦尼的评测，再依照需求选择。首先，外观设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邦尼就不再多说。不过一定要提一下，这次的充电盒体积依旧控制得很好，跟 Buds Plus 一样，都是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大小。在外观上，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佩戴。大家都知道，佩戴其实是影响声音表现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大家务必熟悉一下佩戴方式。Buds Live 采用全新的磨豆设计，在放入耳朵时分为2个步骤。步骤1，往下放，深入耳朵；步骤2，往上转，让出声位置可以正确的朝向耳道，千万别往下塞，再往下转。除了佩戴时不舒服外，更会阻挡耳机出声。记得要往下放置后，再往上转动。在正确佩戴之下， Buds Live 舒适度非常高，同时也可以依照需求替换随附的胶垫大小。当然，也建议大家到现场实际试戴看看，会是最准确的。相较起一般入耳式耳机， Buds Live 的设计就是让你可以长时间舒服的放在耳朵上，并且放在耳廓内的设计，也不会有大幅度凸起的感觉。那些不喜欢凸在外面的朋友，记得看一下啦。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Buds Live 还是只有 IPX2 的防水性能，不建议雨天碰水使用。接着来说实际体验 ，Buds Plus 跟 Buds Live 最大的差别在于产品定位。Buds Live 更像是一款适合全天候戴在耳朵上的开放式耳机，就像是那些可以随时随地戴在耳朵上，还可以听到外界声音的耳机。Buds Live 就是这样的定位。简单来说，就是能够舒服的戴在耳朵上，同时可以持续进行日常工作。不过好玩的是，在开放式的设计之下 ，Buds Live 居然拥有主动式降噪功能。在邦尼体验过后，这里所谓的降噪，并不像大家想象中想要达成完全安静的降噪。
Buds Life 采用的是三星称作开放式降噪的设计。简单来说，开放式降噪消除的是环境中的低频噪音，例如办公室的背景声、冷气声、马路上的引擎声、公车捷运上的低频噪音等等。不过，面对捷运上尖锐的高频摩擦声，就不是低频降噪的强项了。所以在开启后，就像关闭背景噪音，却依旧可以听到你身边人们跟你讲话的声音，或是街道上车辆的喇叭声，让你在吵杂中能够更清楚地听到声音，也就是三星所谓的开放式降噪。如果是期待完全安静形式主动降噪的朋友， Buds Life 并不是这样的定位。但以一般使用场景来说，开启主动降噪的 Buds Life 的确可以有感去除环境中的低频噪音。在捷运上开启主动式降噪后，调整到适合的音量，其实依旧可以专注在你的音乐当中。而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因为主动降噪的耳压感觉得不舒服，可以打开实验室中的透过环境音效抒发压力，就可以透过麦克风传入一些外界声音，让声音自然一点，减缓不适。声音表现部分， Galaxy Buds Life 采用了 12mm 单体，同时或许为了符合这个定位的使用者，加入了低音管，可以明显感受到增加了许多低频，跟过往三星 AKG 调教的三频均衡清脆路线有些微差别。Galaxy Buds Plus 就是蛮典型的三星 AKG 调教，所以这次的 Buds Life 应该可以满足之前无法在 Buds Plus 找到更多低频的朋友。而这次同样可以透过 Galaxy Wearable 调整等化器，帮你会推荐大家在动感、嘹亮跟高音增强找到自己喜好，直接到现场体验听听看。连接上同样支援 SBC、AAC 以及三星自家的 Scalable Codec。同时，作为一款时常佩戴在耳朵上的耳机， Buds Life 肯定支援三星做得不错的朗读通知。在收到通知后，系统会直接读出你的讯息，思路跟手表一样，加入有用的就好，可以帮助你降低拿起手机的次数。这次有一个新增的功能，就是 Bixby 语音唤醒，你可以直接说出 Hi Bixby， 就可以直接启动语音助理。对于有在使用 Bixby 的朋友，应该相当实用。不过，作为开放式耳机定位的 Buds Life 就没有特别的环境音模式了。续航力部分，耳机本体因为设计的改变，变成了最长8小时的续航，开启主动降噪则是6小时，搭配上472毫安时的充电盒，最高可以达到29小时。打开主动降噪也还有21小时的续航。充电上支援有线以及相容的气无线充电，也可以直接透过 Galaxy 手机进行无线电力分享，一样有充电5分钟、音乐1小时的快充。最后是收音测试，这次 Buds Life 搭载了3个麦克风以及一个语音截取单元，以下帮你直接提供 Buds Life 跟 Buds Plus 的对比。Hello， 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这是 Galaxy Buds Life 在车道旁的收音测试。Hello， 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这是 Galaxy Buds Plus 在车道旁的收音测试。最后的最后， Buds Life 在连接三星装置时还是相当快速稳定，也可以轻易在各种三星装置间快速切换。而大家熟悉的游戏模式、快速启动 Spotify、各式触控板自定选项，在 Buds Life 上也都有。邦尼会推荐大家搭配稍早推出的 Buds Plus 完整评测一起观看。这次邦尼帮大家带来三星今年下半年在穿戴上的 Galaxy Watch 3以及 Galaxy Buds Life 2款产品完整评测。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更专注在重点。毕竟三星的智慧穿戴可玩性还是相当高，细节也比较多。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想知道的细节，直接底下留言询问邦尼。同时，今年的 Galaxy Watch 3以及 Buds Life 很适合搭配 Galaxy Watch Active 2以及 Buds Plus 一起看看。2款产品正好都是不冲突且不同定位的好选择，大家可以一起参考一下。那邦尼就先说到这边。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